莫迪抛出了一个宏伟的建设计划，1万多亿美元投资规模脱口而出啊！就问拜登，你羡慕不羡慕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8月15号呢，有个消息说，印度总理在一个公开的活动上表示了，莫迪说将启动一项投资达到100万亿卢比，折合是1.35万亿美元的这么一个基建计划，用来呢创造投资，然后呢是促进经济增长。不知道这个美国总统拜登听完这话呢是气不气？他在国会折腾这么久，最后勉勉强强是讨价还价，吵来吵去，两党争了半天，谈出来了第一笔投资1.2万亿美元。结果这个莫迪一张嘴，1.35亿就出来了，那绝对是印度效率。不过呢，也就是嘴上效率。不过呢，莫迪也没说这回这1万多亿美元怎么花。如果说学中国的话，搞个5年计划的话，我们算算看啊，就是这个每年得花掉20万亿卢布。不过啊，2020年印度的实际 GDP 是134.23万亿，它要花掉20亿的话，差不多每年基建投资呢，就相当于 GDP 的大概是1/7到1/6。这个比例放在中国来讲呢，倒不是很高，放在美国和日本就高得不得了了。但对这个印度来讲，它底子比较薄，它的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来看，用这么一个大的比例投进去，能不能成是个问题。当然了，理论上讲啊，用这种高投入的方法去搞基建建设说得过去。但是呢，大家普遍不看好的是什么？就是印度这个计划到底什么时候能开始问题。反正呢，2019年印度政府就说了，我们的目标是要搞1万亿卢比的公共工程项目。然后去年那个莫迪还宣布了，政府将重点放在价值110万亿卢比的基础建设上。今年呢又说了100万亿卢比，年年喊这个数字，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落实？反正呢，大家要理解一点，为什么莫迪年年这么说，年年这么喊，不说不行啊。印度呢就是个基建底子薄，这是个客观问题。这个问题啊，如果不解决，投资者对印度根本不可能有信心。你看今年一场疫情打击之下，印度给大家什么感觉？我相信很多人感觉就是原始，从上到下各个邦都在原始。交通什么水平我们也看到了，一说人口疏散，2亿人呐，走回家去啊。医疗也是原始，氧气要氧气没氧气，要呼吸机缺呼吸机，然后最后连这个火葬场基本都不够使，还得烧柴，柴都不够用。公共卫生那是什么水平？大家也很清楚，现在厕所不能普及。你说外资在印度投资的话，你怎么可能放心？这次是疫情，就算缓解之后，以后遇到别的事情怎么办？你印度有什么样的应急能力？所以外资一看印度如此不靠谱，只能逃。往哪儿逃？是基建狂魔那里才是最安全的。现在呢，投资都跑了，到中国这边了。那么印度的经济要出现大问题了，因为你看印度本身人口膨胀之后，它很大一部分经济发展是靠投资的，投资没了怎么维持下去啊？而且如果投资都跑到中国这边来，也就完不成美国给印度的战略任务，没法用印度制造作为美国和中国对抗的底气。如果这件事完不成的话，美国对印度还会持续投入吗？况且美国自个儿余粮也很紧张，他自己给自己投1.2万亿美元都很吃力。所以呢，莫迪大方向对是对，问题就看于能不能迈得开腿。毕竟说归说，实际投资能不能到手是一回事儿，确定项目到项目开工多少年又是一回事儿，从项目开工到建成又到什么时候了？所以呢，印度现在搞什么项目，甭管是自己搞还是国际合作，我都用一个词儿来形容，就是涉印工程。基本上是在印度本土搞的，不管是自己干还是合资，计划要实现什么，往往到了原计划该成功的时候，我们能看到的只有一个将字。将要，没有要，只有将。而且越是大项目还是越这样，为什么？你想想看吧，这么多邦各有各的利益，你修条铁路要穿过多少邦，哪个邦的利益都不一样，你协调不起，光是个征地就能搞死你。这还不算是各个地方政府啊行政审批，你比如说他的这个执政党跟反对党，执政党要干的事情，反对党坚决是要反对的，是为了反对而反对。哪天这个经过选举，他俩位置交换了，同一件事儿，原来反对的现在同意，原来同意的还得反对，这扯皮永远扯不清楚。再加上印度某些企业政府部门的信誉啊，一向是个问题，这个钱能不能到位，赖不赖账都很悬的事情。最近不是有人说吗？说印度这个疫情之下，某些公司一个软件团队，说这个软件团队集体死光光。还有人提醒我，这可不是印度疫情厉害，是有些所谓的公司利用假死逃避债务。另外呢，工人队伍也不行，
一个德国工程师呢说自己在印度干过，在中国也干过。在中国呢，只要把图纸给中国工人，告诉你这个零件怎么造，要求是什么，基本上他可以休息了。中国工人的素质依照图纸就可以把合格产品大量造出来。在印度不行啊，印度的工程师根本没法休息，是站在边上对工人的每一个具体动作要发指令。这工程师要是休息了，这帮工人可以站在那儿原地一直不动，等工程师一看走的时候什么样，回来还什么样，这是常有的事情。所以中国有的条件，印度全没有，欧美的毛病它全都齐。所以我觉得当年宋晓勋先生说的话特别对，英国走了以后，印度是被去工业化了，而且还没有一套合格教育体系把工人队伍培养起来。根据一份非政府组织的调研报告说，大约有一半的印度5年级小学生看不懂2年级的课文，另外5年级孩子有1/4的能够掌握除法，剩下3/4根本不知道除法是什么东西。所以如果这些最基础的社会性问题不能解决，而在一些什么能源啊、环保啊、碳中和这些方面去花钱的话，那么莫迪这100万亿卢比真扔下去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。好，关于这100万亿卢比能不能投得出来，能解决什么问题，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。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